欢迎来到辟谣吧。今日关于新冠疫情与疫苗的各种传言，因为上海的封控，再次在海内外中文社交媒体活跃起来，不少是旧瓶装新酒，并没有多少新意。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不是真的。传言一：全球核酸检测是诈骗。有推特用户称全球核酸检测是诈骗。核酸检测的发明者说，核酸检测不能用于诊断任何感染性疾病。任何人用核酸检测的手段检测都会阳性，并且发明者还在2019年被神秘死亡。经核查，凯利·穆利斯确为美国生化学家，他发明了聚合酶链式反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核酸检测，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奖。这段传言只有第一句是真的，其他都是胡说八道。英国的事实核查机构 Full Fact 曾就此传言进行详细的事实核查。我们常说的核酸检测是通过从被采者的咽喉或鼻子里取拭子，然后使用 PCR 检测样品中是否有带着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带有病毒的为阳性，否则为阴性。了解清楚 PCR 的作用方式，我们很容易看出来传言中所说的任何人都可通过核酸检测对几乎任何物质出现阳性反应，是违背事实的。其次，莫里斯从未说过 PCR 只是一个实验室研究工具，不能用于检测任何疾病。再者，莫里斯于2019年8月在家中病逝，新冠在2019年12月才开始传播，怎么可能在新冠爆发前的4个月就被神秘死亡？这是妥妥的阴谋论啊！最后，这个谣言的英文版本早在2020年就在英文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如今再次出现在中文社交媒体上，显然是有心之人为了博人眼球而冷饭热炒。传言二：全美减7%新冠被发现。本周初，多个公众号发布类似内容，称全美仅7%新冠被发现。经核实，这种说法叙述并不完整。MSN 新闻的 CNN 账号中确实有这篇报道，文中称，据卫生剂量和评估研究所的估计，当前全美只有7%的新冠病例被发现，这意味着当今实际病例可能是官方报告数量的14.5倍。上一次病例率如此之低，还是在疫情刚爆发的2020年3月。文中表明，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居家测试变多，大量的检测结果未被上报，还有很多无症状感染者甚至都不知道要检测，更加没有被记录在病例数量中。这篇文章在后面也写道，尽管检测是很重要的，但许多州的卫生部门表示，阳性率不再是一个可靠的衡量标准，而是更多的考虑住院率。同时，有关部门也在推动简化居家测试提交报告的过程。所以这个新闻是指当前的病例数字偏低，是因为目前的检测手段的更新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增加，并不是要表达从新冠爆发到现在，全美只有7%的病例被发现。这条新闻并不是谣言，但因为叙述不完整，表达不够清晰，许多读者还未深入阅读文章，仅看标题的话，很容易被误导为美国新冠的真实数据有误。传言三：福奇说群体免疫不适用于新冠。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等多家自媒体传播一篇名为福奇传统群体免疫概念可能不适用于新冠的文章，引起热议。这篇文章内容来自 CNN 的报道，报道中再次提到了福奇3月份发表的论文，称群体免疫概念可能不适用于新冠，但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闻。针对这篇论文的深度核查，我们已经发布在网站上，请读者前往阅读。CNN 报道中再次强调了福奇表达的主要观点，麻疹是群体免疫的一个理想案例，能成功消除麻疹的传播，主要依靠极其有效的疫苗。成功的儿童疫苗接种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重大变异的病毒，而新冠的特点与麻疹不同，病毒变化很大，多种变种的出现，并且没有足够的人接种疫苗。疫苗诱导的免疫力并不是终身的，而感染诱导的免疫力也不是终身的。需要注意的是，无论群体免疫是否能达到，美国从来都没在新冠疫情上躺平。一直以来，福奇提倡广泛使用目前可用的公共卫生干预政策，来预防和控制新冠，比如戴口罩、打疫苗。病毒一直在变种，民众仍然需要采取适当的防疫措施，来增强对抗病毒的免疫力。辟谣吧想在此提醒各位观众朋友，要警惕将抗疫策略简单化、娱乐化的政治宣传。全球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防疫政策，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防疫目标。
这背后涉及严谨的医学科学调研，并不能被简单化成不是清零就是躺平，极端的将其他国家的防疫政策概括为躺平，与中国的清零政策相对立，是将防疫过度政治化的表现。这种做法完全忽视了背后的科学和生命，为了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捏造稻草人。传言4，拜登任期有疫苗，但死亡人数更多，说明疫苗没用。辉瑞疫苗会改变基因密码。微信公众号名言不惑在4月17日发布了一则视频，称要重新考量辉瑞疫苗是否有用。视频中列出3个声称辉瑞疫苗没用的原因。所谓原因1，辉瑞副作用报告长达9页，1000多种。这个谣言在3月初传了一波，辟谣吧已经核查过了，请读者查阅。所谓原因2，川普执政时期没有疫苗，美国因新冠死亡人数40万。拜登执政时期已经研发了疫苗，美国因新冠死亡人数60万，说明疫苗没用。这个说法在去年年底奥密克戎出现，疫情再次出现高峰时，曾在英文社交媒体流传。就2任总统任期内的死亡人数对比，Newsweek 相关的详细核查，当时的结论是，在拜登任期的死亡人数比在川普任期的死亡人数少。但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要谨慎不被视频中的逻辑带偏，因为拜登任期出现疫苗，与在拜登任期因新冠死亡人数只有相关性，并无逻辑上的因果关系。首先，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新冠早期确诊数量低是因为当时的检测速度跟不上，所以很多病例是没被记录的。同样的，因新冠死亡的病例也不会被记录。随着抗疫经验的丰富，检测速度跟上，自然更多病例与死亡数被记录。其次，用总死亡人数推断疫苗有效性是不准确的。第一，这种说法没有考虑接种率，难道全部人都接种了疫苗吗？第二，这种说法没有考虑病毒是动态传播的，如同福奇前面所讲，新冠病毒不断变种，一针疫苗并不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纽约时报》根据 CDC 提供的疫苗接种数据和病例率、死亡率做出的图表。数据显示，未接种疫苗的人比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感染新冠的风险大2倍以上，未接种疫苗的人比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死于新冠的风险大10倍以上。真实的数据对比让这个说疫苗无用的原因站不住脚。所谓原因3，辉瑞疫苗拥有改变被注射者基因密码的能力。视频中提到辉瑞疫苗会改变接种人的基因密码，会改变人类的细胞基因，如果被恶意利用，将会干预人类未来的人口种族结构。这个一听就非常荒谬，偏偏有人上当。其实这也是个老谣言了。2020年11月，新冠疫苗正处于被研发的时期，在英文社交网络社区传过一遍。PolitiFact 就此出过详细核查。辉瑞疫苗是 mRNA 信使核糖核酸疫苗。根据 CDC 官网的介绍，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疫苗可以教会我们的细胞如何生成触发体内免应答的蛋白质。mRNA 不会进入我们 DNA 所在的细胞核，因此无法更改或影响我们的基因。上周，中国社交网络上曾就莲花清瘟的有效性展开热烈讨论，不久就有一波称辉瑞疫苗无效、辉瑞特效无效的政治宣传纷至而来。到底有没有效果，可以拿真实数据说话，而不是靠毫无逻辑的联想和臆测来胡说八道。名言不惑发布的视频正是其中之一，利用广大民众对生物知识的缺乏，信口开河、危言耸听，并利用语言壁垒、中文读者对英文信息获取渠道的稀缺，倒贴热点、冷饭热炒。最后，辟谣吧想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需要面对一个事实：新冠仍存在，并将长期存在。大家要相信科学知识，相信真实数据，采取有效的防疫手段。遇到关于新冠的传言，先独立思考，查找相关资料，再做判断。切记警惕民族情绪高涨，倡导意识形态对立的政治宣传。每个人的生命都很珍贵，希望我们都足够清醒，不要成为宏大叙事的牺牲者。感谢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关注辟谣吧频道及同名网站。那我们下期再见吧。